战斗机无论是飞行性能、机动能力还是感知能力，都远超武装直升机。但是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曾用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击落过一架伊朗 F4D 战斗机，成为武装直升机 vs 战斗机的经典案例。问题来了，二者究竟谁更胜一筹？就结论而言，战斗机虽然很强，但是武装直升机也不是没有一点机会。一般情况下，武装直升机与战斗机的飞行高度不一样，两者相遇的可能性并不大。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升限是6400米 ，F-16战斗机的最大升限为1254米。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是293公里每小时 ，F-16战斗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是2173公里每小时，一个处于万米高空，一个处于一树之高，这差距大的不能再大了。可以说各项数据都是战斗机完全碾压的，而且武装直升机本身就是在低空以及超低空空域内作战的，其作战高度一般不会超过200米，飞行速度通常也就在300公里左右，最大速度也不会超过400公里。主要作战任务是对地打击、提供火力支援、运输、护航等，当然也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但是这种空战能力也仅仅是在武装直升机之间讨论，没有哪个武装直升机会把战斗机作为自己的空战目标。至于武装直升机上面的机载武器，无非就是短距离的空导弹、反坦克和机炮等对地攻击武器，比如阿帕奇可以挂载毒刺空导弹， AH-1眼镜蛇可以挂载响尾蛇空导弹等，打击高空的战斗机基本不可能。而且也正是因为武装直升机的航程、速度与作战环境与战机不同的原因，武装直升机很少会被当作战斗机的目标。但不是不行，在设计战斗机时，设计师就已经赋予战斗机打击武装直升机的能力，但武装直升机并没有。武装直升机一般配备有红外格斗导弹等直升机专用导弹，但是这些导弹的射程并不远，而且大多数都是用来对地进行攻击的。如果想要对更高处发动攻击，则就需要翘起机头进行仰攻，而这时候武装直升机所配备的导弹攻击能力就会差得多，在射程上也很吃亏。对于机动性高、灵活的战斗机来说是很难命中的，而且战斗机在爬升率、加速度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远远高于武装直升机，而且战斗机所配备的武器也要先进得多，例如红外制导炮弹配合先进的机炮瞄准火控，如果武直被战斗机锁定的话，很难躲过去。如果事先收到预警，然后刚好有比较大的山洞可以躲藏，才有机会存活。跟战机硬刚那是不可能的，一是速度太慢，二就是雷达还相差太远。战机可以用速度从远处逼近，直升机很难发现，但是战场瞬息万变，战斗机也不是一直都占优势的。比如低空相遇，虽然打击武装直升机更多还是利用地对空系统与同等的武直来完成，战斗机因为成本原因打武装直升机并不是太划算，但是战斗机在超低空飞行时，两者还是会有可能发生空战的。在低空时，适合高空高速作战的战斗机对付武装直升机也是很有难度的。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特点来看，如果战斗机在超低空飞行时与武装直升机战斗，那么结果就截然不同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以装备的武器系统，除了反坦克导弹之外，它还可以装备 AIM-9 响尾蛇导弹。这种红外寻地空导弹采用压式气动布局，舱面与弹翼前后呈 XX 型设计，几乎在锁定目标后一发入魂，对手是很难跑得掉的。在低空情况下，二者的距离并不远。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倒是有可能在快速锁定战斗机之后发射响尾蛇导弹击落对手的，毕竟二者飞行高度差不多，应用的空战武器是相同的，而且由于战机速度过快，在寻找直升机时能够进行攻击的时间就相对很少。如果直升机所处环境利用地形来掩护的话，战机就比较难对付直升机了。飞行速度过快，让战机的对空扫描雷达难以及时发现贴地飞行的慢速直升机，就算找到了，距离也会很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锁定与攻击程序。比如说，如果发现距离为10公里左右，而此时飞机的速度为高压音速，那么最后的让飞行员可控的时间不会超过30秒。
最重要的直升机本身也配有对空导弹的，而且直升机所处的低空优势空域速度一慢，对直升机来说就能用机载防空导弹来攻击战机，反而让战机面临很大的危险。哪怕直升机使用的近程导弹速度慢、射程短，依然会对战机产生很大威胁。而且现代化的武装直升机相对来说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更强一些，况且在防护设计方面也采用多种综合防护。武装直升机的装甲和座舱也都是非常厚实，例如阿帕奇的一些部分就是依照23毫米高炮的攻击能力来设计的，如果被机枪打中还能保持继续飞行半个小时。而战斗机的防护则比较弱，就算是挨上一发炮弹也会击毁人亡。除此之外，现代的武装直升机也都配备了红外抑制装置，在信号特征这方面比较弱，甚至有的直升机还有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的隐身设计，加上红外干扰装置，使得战斗机更加摸不着头脑，大大降低了被空空导弹命中的概率。还有极端一点的情况，就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偷袭，倒是也有可能会击落战机。虽然这个并没有实战例子，但是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米24磁陆武装直升机就这样干过，击落了对手的战斗机。在2008年美国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匈牙利飞行员驾驶米24磁陆武直参加了演习，他们充分利用了武直可以悬停、慢速机动以及转变半径很小等特点，在低空飞行时利用地势来掩护自己。在完美配合后，击落了至少2架美国空军警卫队的 F-15战机。当然，武装直升机对战斗机这也要分是什么战斗机。如果是速度比较高的战斗机，比如当今世界上装备先进的4代半战机和5代机，其本身就有优势，加上5代机还具备隐身功能，完全可以发射中距空空导弹或者远程空空导弹，就能在视距之外进行打击。也就是说，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还没看到战斗机就被击落了。所以说，武装直升机在空战想硬刚战斗机是不可行的，但是面对一些螺旋桨改装的战斗机或者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战斗机是可以与之一战的。作为树梢杀手，完全可以利用低空的地形优势，在树林或者山体后面悬停伏击，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战果。总的来说，由于武装直升机一般都在低空或者超低空活动，加上配备有信号干扰装置，只要武装直升机注意隐蔽，在高空飞行的战斗机通常是很难发现和攻击到直升机的，而且在实战中一般也会放弃攻击。但是战斗机确实拥有打击武装直升机的优势，只是前提要建立在战机能在远距离就能准确发现并锁定武装直升机的情况下才有效。而如果被迫进入到武装直升机擅长的低空空域作战，那对战斗机来说就需要小心了。所以武装直升机对战机时还是有胜算的，只是很难，就看是不是有效利用地形来让自己处于优势位置。二者进战之后就看运气和技术的较量了。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